师兄在外历练10年，在见面时带回了一个脏兮兮的姑娘。他把小姑娘收为关门弟子，到哪里都带着。我像往常一样等在师兄门外，小姑娘过来毕恭毕敬地说由他守着师尊就好。我突然释然了，笑了笑，将手里的梨花酥递给他。也好，那以后我便不会再等他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明夜仙君是我的师兄，他主修剑道，我擅长炼丹。我们相伴相知300年，成了如今声名远扬的明夜仙君和荣清仙子。我们的师尊、同门师弟师妹们都以为我们会结为道侣，我也这么以为。师兄会吃我身边其他师兄的醋，会在凡间乞巧节时带我去看漫山遍野的花，会在我生辰时送给我他亲手打磨的玉簪。他看我的眼神算不得清白，所以我曾隐晦地暗示过，师兄，我想成为站在你身边的人。师兄却只是沉默地抚摸着我的青丝。他说，荣清，再等等。就这样过了100年、200年、300年，直到这日，宗门的小弟子叽叽喳喳地敲响炼丹房的房门。荣清仙子，明夜仙君回来了，在宗门大殿。我打开门，感激地对他们笑笑。但有一个小弟子欲言又止，在我离开前还是说出来，仙君还带了个姑娘。我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他这次在外历练了10年，以往虽然也有比这时间长的，但是我们都会通过传音符保持联系，但这次一个消息都没传回来过。等我到大殿的时候，殿内已经来了许多人，都是分散在各山的师兄弟。荣清，来这边。三师兄第一个发现我。我走进殿内，才发现宗主师叔坐在主位，明夜师兄坐在上首左边。殿中央跪着一个瘦小的身影，是个怯生生的小姑娘，看样子也就13、14岁。师兄是因为这小姑娘提前回来的，据说是救了人后，掐指算到他们有师徒缘分。三师兄将我拉到他身边坐下，一起看正在进行的拜师仪式。我还以为师兄那个性子，这辈子身边只能你能近他身了，没想到他还是我们几个中最先收徒的呢。我一边听着三师兄絮絮叨叨，一边痴痴地看着上方师兄清俊淡雅的面容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回来了就好。拜师仪式结束，大殿内的师兄弟们才一改严肃，热络地聊起天。师兄的目光扫下来，猝不及防地与我对视。他冷厉的目光瞬间变得柔和，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。明夜师兄带着他新收的徒弟径直走向我。荣清，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次是离开的久了，不过也算刚好，能赶上你下个月的生辰。明夜像往常一样摸了摸我的头，这时他身后探出了个小脑袋，乱蓬蓬的头发，还有一张脏兮兮的小脸。师尊，这就是你常说的荣清仙子吗？好美啊！小姑娘扯着明夜的衣摆，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盯着我。小鬼头，我们荣清可是修仙界第1美人，你跟着你师尊可是有眼福了。三师兄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弯腰调笑地弹了小姑娘的额头。荣清，这是江无，我这里没有女弟子所需的衣物，你替我给她置办些。师兄把江无推到我面前。好。我原以为江无会与其他女弟子一起住，但师兄却把她带回了他的乾明山。他对这个弟子真的很重视。晚上我们漫步在百寿园时，我无意间提了一嘴。师兄停下脚步，我不解地看向他。荣清，我在5年前捡到他时，这孩子才8岁。1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吧。你不要多想。我一愣，然后无奈地笑出声。我没有多想，只是随口一说，总归是姑娘家，女弟子寝房那边会更方便。既然你决定让她住在这边，大不了我多跑几趟。你的徒弟自然也是我的徒弟。月光下，清冷又强大的剑修，耳朵却悄悄地泛红。我抬头看着他，用眼神描摹着他精致的眉眼。我想，我很爱他，只要他不再让我继续无止境地等下去。我白天把自己关在炼丹房，晚上就去乾明山找师兄。我虽说是单修，但修炼速度丝毫不输师兄。这个是固元丹，可以修复你体内的暗伤，
辅助巩固修为。我靠在师兄怀里，将练了10年的丹药递给他。好，还有，这是洗髓丹，比宗门里的品质高很多，可以给江无。我拿出另一个瓶子。荣清，辛苦你了。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我以为师兄收了徒后，一时不会有其他打算。但第2日，我像往常一样敲师兄的门时，住在偏殿的江无跑出来，怯生生地递给我一张字条。故元丹服下，效果甚好，似有突破之象，故闭关数日，勿念。原来他又忘了我的生辰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拿着字条转身离开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一等又是10年。等我听到他出关的消息时，来传话的弟子说，师兄已经带着江无下山了。又是不辞而别，又是留下我一个人。每当这时，我都在怀疑，他的心里真的有我吗？我恢复了之前麻木炼丹的生活。还好这次师兄只是个1年就回来了。线下刚好是古梨树开花的时节，师兄最爱吃我做的梨花酥。当年我们还是普通外门弟子的时候，师兄见修课结束，经常遍体鳞伤。那时的我们买不起治疗的丹药，而后山那棵古梨树有灵性，花中的灵力能让伤口快速愈合，所以我每次都会偷偷地摘那棵古梨树的花做成糕点。回想起当年我们互相扶持的日子，我拎着食盒，脚步又快了些。到乾明殿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师兄，我心里不免有些失望，只好坐到主殿的客椅上等着。先来的是江无，她如今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，身上穿着和师兄相同蓝青色祥云纹路的白色衣衫，一头青丝高高竖起，跑过来时灵动又可爱。荣清师叔，刚听洒扫弟子说你过来了。你师尊呢？他去后殿的温泉沐浴了，估计一炷香就出来。我淡笑着点点头，不再言语。虽说我已经是宗门师叔的辈分，有了自己的山门，却也不知如何与小辈相处。师叔，这是安凤茶，凡间的皇帝才能喝到。江无刚为我倒上茶，门口就传来了脚步声。师兄一身水气，披散着头发走进门。有小辈在，我不好意思表现得太激动，只是深深地望着他。师尊，你怎么又不把头发烘干？明明是掐个诀的事。江无跑过去，像小孩子一样扯了扯师兄的头发。师兄宠溺地摸了摸江无的头，听话地掐诀烘干了身上的水分，走到我对面坐了下来。师尊，我把凡界皇帝送你的安凤茶翻出来给师叔喝了。来者是客嘛，师尊不会怪我吧？嘿嘿。江无一边撒娇，一边熟练地给明夜束发。怎么会？明夜清冷的声音中带着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宠溺，而我却一怔，我竟是这里的客人啊！微微地压下不悦，将手中的食盒推给他。你闭关出来也不和我说一声，去年的梨花酥都到三师兄肚子里了。梨花我每年都备着，尝尝看我的手艺有没有退步。明夜将食盒打开，修长的手指拿起精致的糕点送入口中。荣清辛苦你了，你不用这么等我，我不在的时候好好提升修为，别因为这些耽误了修炼。我脸上的微笑险些挂不住。旁边的江无接过话，是啊，师叔，这次我跟师尊下山，在凡界皇宫学了不少御膳房糕点的做法，师尊都可喜欢吃了。明天我做些新样子给你送过去。我的心脏开始一抽一抽的痛。不用等了吗？我听到自己开口。二师兄说南海岛上的梵生花开了，邀请我们去看。袖子下我的手微微颤抖。你去看吧，不用等我。明日我还要闭关，这次下山收获良多，不用等你了吗？好，师兄，我不等了。我神情恍惚地回去。一路上，回忆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回放。刚入宗门时，我们互相鼓励。课业结束后，在后山他练剑，我炼丹。他在外门弟子中一层一层地向上爬。我在他遍体鳞伤的时候，给他带一盒梨花酥，听他讲比试时凶险还生的情节。他说，只要想到有我在等他，他就有坚持下去的信念。师兄真的不知道，他让我不再等他意味着什么吗？还是我想的太多？
我试着说服自己，重新返回前明殿，想问清楚。我静静地站在殿门外，殿内，江无从后抱住明夜的腰，声音颤抖着祈求：“师尊，你不要成亲好不好？不要留无儿一个人。”殿内安静的如时间静止了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师兄熟悉的声音回答：“好。”回到我的怀荣山，如往常一样走进炼丹房坐下。突然一股血气上涌，吐！我生生地吐出一口血。我看着那血进入地下，像是我对他的真心，也像我与明夜之间300年的情缘。冥冥之中，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一缕关联断了，缘分已尽，何苦强求？随后便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却是在一处陌生的地方。我呆滞地望着房顶，流光璀璨，波光粼粼，绚烂华丽，却不刺眼。荣清，你醒了。身旁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，我迷茫地转向床边，是一个熟悉又不熟悉的人。记忆回笼，我才认出他。二师兄，是我。他将我扶起，靠在床头。我邀你过来赏花，一直没有回信，给三师弟发传音符，才知道你昏迷了。紧赶慢赶回宗门，宗主和歌山长老都无法唤醒你，我便提议将你带回南海。这边的水灵气足，能滋养你的灵根。二师兄焦衡是南海的皇子，100年前从宗门离开回南海，继承海军之位。这会儿他穿着海军流光溢彩的华服，身上珍珠宝石做配饰，一头墨青色长发披散着，额头上还有2只龙角，仪礼又俊美，怪不得我刚没认出来。在宗门时，他总是存在感极低，一身黑衣的站在角落里，只与我相处实话多谢。想到这里，我扯出一抹笑，多谢二师兄。焦衡却盯着我说，你和明夜的红线断了。他用的是陈述句。我猛然抬起头，呆呆地望向他，你怎么知道？在你昏迷时，我用蛟龙一族的秘术推演过。焦衡抚上我的长发，声音深情缱绻，你一直在等他，而我也一直在等你。蛟龙族一旦认定一个人，便是一生。师妹，南海的泛生花开了。泛生花100年一开花，并蒂2朵花苞，盛开却相差10年。一朵先开，为另一个花苞遮挡风雨，然后2朵花一齐盛放后，在同一时间凋零。你可以不接受我，但让我守在你身边可以吗？焦衡抚上我的脸，我何尝不知他的心思。当年在宗门，他虽是二师兄，却因为不是人族，遭其他弟子排挤。我有时会默默地将能疗伤的梨花酥放在他门口，或在领饭时顺手护住他的吃食。不知道何时，他发现了我的暗中帮助，开始常常出现在我的身边。这对你不公平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，他见过我如何爱明夜师兄的。你不是我，怎知我不是甘之如饴？我还是留在了南海。就像焦衡所说，我是丹修，却亲近水灵气。这里是最利于我修为恢复的地方。南海尽头的幽渊海底又起骚乱。青青，要不要一起去？你的剑法很漂亮，实力不在我之下，我一个人对付不了那么多魔物，你来保护我好不好？这段时间，焦衡愈发暴露他的本性，每天缠着我装可怜，句句把我夸上天去，还顶着那张妖艳的脸撒娇，哪里还有个师兄的样子？简直不可理喻。我躲在珊瑚群里，戳着像他一样花枝招展的小水母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本体不是蛟龙，而是孔雀呢。不过今天我躲在这里这么久，焦衡竟然没有过来找。今天一大早他又去镇压魔物，难道不顺利？我有点担心地返回海宫。从宫殿正门进去，我就嗅到一股血腥味。越往海军寝殿走越浓，一路上的仆从恭敬地向我行礼，无一阻拦。我闯进焦衡紧闭的寝殿，才看到他正坐在床边，给自己的手臂缠消纱，裸露的后背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伤口。看到我进来，赶紧披上床边的外衫。焦衡，我进门的动作一致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个傻子，一身伤这样，穿衣服不疼吗？我皱着眉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别遮了，我都看到了。外衣拿开，
后背我帮你上药。焦恒抬起头，眼底泛红。我知道他大约在用苦肉计装可怜，但是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药拿过来，背对着我。焦恒乖乖照办，默默地将外衫放到一边。然后，不是，我就给你的背上药。哎，裤子不用，你不用把所有衣服全扒下来。焦恒放在裤腰上的手一顿，无辜地垂下睫毛，委屈地开口。后腰和大腿后面也伤到了，如果你不方便就算了。我左手拿着药，右手拿着消杀，眼睛不知道看哪里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。青青，你是不是开始心疼我了？焦恒转过来趴在我的肩上，凑到我耳边浅笑。你别在我耳边吹气。啊！我一个没撑住，向后仰倒在床帐里。焦恒，你伤口不疼了吗？别压着我。看到你就不疼了。那你赶紧起来。不要，你没感觉到我正在勾引你吗？几年后，乾明山上，明夜睁开眼睛，他又突破了，感受到实力又提升了不止一阶。掐指算了下时间，竟然又过了10年。明夜慢条斯理的沐浴更衣，走回主殿，桌上有一盘糕点，他拿起一块，咬下去才发现竟不是梨花酥。明夜微微皱眉，将糕点搁置一边，开始翻阅案台上的卷宗。不一会儿，自己唯一的弟子叽叽喳喳地跑进来。师尊，你终于出关了，吾儿好想你。明夜对自己看着长大的徒弟还算宠溺。你荣清师叔这次怎么做的杏仁酥？这个季节梨花应该还开着。师尊，这次是我做的。明夜不解地抬起头。荣清师叔他还没回宗门。江无吞吞吐吐地解释。明夜先是惊奇，然后无奈一笑，竟是去历练了吗？怎么不等我出关？山下危险那么多，他一单修怎么这么莽撞？江无欲言又止，不等他再说，明夜放下卷宗御剑，去了陆氏阁。宗门的弟子或仙君出去历练，都要记录在册。明夜翻看了近10年的册子，并没有看到写有荣清仙子的记录，放弃自己找，直接询问看阁弟子。弟子支支吾吾地说他也不清楚。明夜索性直接御剑到宗门大殿，宗主刚好在。明夜，你这次闭关修为提升不少啊。宗主高兴地拍着他的肩。之前荣清给我炼的固元丹起了很大作用。宗主动作一顿，赶紧转移话题。对了，东陇山那边有秘境出现，据说是上古大能的秘境，你要去历练吗？自然，正好可以巩固修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正好带着江无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机缘。然后明夜话锋一转，荣清出去历练，怎么没有记录在册？是弟子疏忽的话，要尽快补上。宗主，他那个性子你也知道，不喜欢拘束，便没有让人记。明夜，那我传音给他，我们一路还能有个照应。宗主继续擦汗。不，你们不顺路，他往南走了。明夜不甚在意，无妨，我先去找他，再去秘境。别。宗主意识到自己反应过度，咳了咳。秘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关了，你还是早去为好。况且江武在炼气期太久了，你这个做师尊的上心一点。明夜漫不经心的点头，然后离开大殿，继续找其他弟子打听。问了一圈，竟然所有人说都不清楚荣清仙子的下落。几十张传音符发出去也没有动静。明夜越来越不安，御剑飞到荣清的怀荣山，推开炼丹房，扬起的灰尘引得明夜一阵咳嗽。这里分明很久无人居住，甚至连药童都离开了。不对劲，明夜心底的不安逐渐放大。他用了隐身符，到后山古梨树边守株待兔。他有预感这里能给他线索。果不其然，5天后有人过来了，是三师弟。三师弟用带有荣清灵气的剪刀，将树上的梨花采到小篮子里，边采还边气鼓鼓地嘟囔：这两口子想吃梨花酥，自己回来采呗。每次都让我做苦力，狗男的还小气，师妹做的梨花酥一个也不给我吃，护食都护到师弟头上了。你知道荣清的下落？
明夜听不懂三师弟说的什么，只捕捉到师妹二字，便急着现了身。哇！三师弟吓得手上的篮子都掉了，回过神看到是大师兄，赶紧打哈哈啊！我说了师妹了吗？没有吧，我不知道啊。明夜阴沉下脸，上位者的威压瞬间将三师弟压得跪在地上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荣清去哪儿了？三师弟龇牙咧嘴的抬头看向明夜，好，我说，整个宗门都知道师妹去哪儿了，大家都不想和你说罢了。什么？荣清师妹不会回来了？她在5年前就已经嫁给了二师兄，你可别去，人家小夫妻恩爱得很。二师兄可没有什么暧昧不清的小徒弟。明夜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，不可置信地捏住三师弟的衣领。暧昧不清，夫妻恩爱。三师弟挣扎不开明夜的禁锢，索性破罐子破摔。当年荣清被你伤的，生生地吐了心头血，一夜之间散了近100年的修为，昏迷数月。宗门上下接受过师妹的丹药，都心疼她到不行。而你呢，依旧老神在在的闭关。你拖了他300年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他等你等得多辛苦，你就当抬手施个还他自由的了。明夜不敢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，放开三师弟，不自觉的后退。荣清和其他男人成亲，这句话他怎么也理解不了。荣清这个名字不早就与明夜绑定在一起了吗？荣清，不，他不相信。我被一阵摇晃吵醒。南海是发生地震了吗？抬起满是暧昧痕迹的胳膊，照进来负责传消息的海螺精。你们海军呢？这震动是怎么回事？晃得我头疼。本来昨天被某人闹得没睡好就烦。回军后，南海边出现一个来挑事的仙军，海军好像与他打了起来。这震动应该是他们弄出来的。小海螺落到我手上，叽叽喳喳的回话。仙军？难道是师兄吗？我穿好衣裙，去两人打架的方向。果不其然是明夜。曾经冷峻的白衣仙君，此时狼狈的身上满是泥沙，眸中透出一抹不祥的红色，竟是入魔的前兆。荣清夫人。打架的2人都第一时间发现了站在海边的我，一起飞往我身边。荣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三师弟说你成亲了？我这个未婚道侣不在，你一个人怎么成得亲呢？明夜眼里透着乞求，走上前一步想拉住我的手。焦恒抢先一步将我揽在怀中。怎么成不了亲？亲亲之前又没与人立天道誓约，又没有举行仪式。你那个亲徒弟还到处和人说，哎呀，师尊答应我不会与别人成亲的。焦恒阴阳怪气的撇嘴。荣清，我没有答应他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明夜不知所措的解释。江武只是将我视为长辈，怕我成亲后忽略他，那些说辞只是安慰他而已。我拍了拍焦恒的胳膊，示意他松开些，然后叹息的开口：师兄，300年了，等你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。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修为、剑道，甚至徒弟，在你心里都比我重要的多。你可以为了徒弟说出不会成亲，以后也可能为了其他放弃我。师兄，我不是你的附属品，也不是你可有可无的药匣子。说到这儿，我眼睛一眨，突然感觉豁然开朗。哎，不对，其实我嫁人与否，对师兄你并无影响。往后你依然可以10年、20年，甚至100年的去修炼、闭关，得了空再来南海找我讨几枚丹药，再续个就说说话。这样一想，与过去300年也没什么区别，不是吗？我眨眨眼睛，无辜地歪头看着他。明夜眼神迷茫地看着我，但是随即又摇头，嘴里念叨着不对，不是这样，一副固执不接受的样子。那只能用最后一种办法了。我安抚地看了一眼焦恒，顶着他委屈的眼神挣脱出怀抱。明夜的双眼无神，眼底的红色若隐若现，看样子受不得再多的刺激。我轻声唤他师兄，将他杂乱的灵力安抚下来，然后趁着他不设防，将一粒丹药塞进他口中。转瞬间，丹药渗入骨血，高大又狼狈的男人捂着心口倒在地上。夫人，你给他吃了什么？焦恒蹲下，好奇地戳了戳师兄。
掺有我灵气的忘情丹。我一边给宗主写着传音符，一边给自家夫君解释。我之前担心他会占有欲作祟，不接受我离开他的事实，就炼了一个让他忘记对我所有感情的丹药。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等他再醒来，荣清在他的意识里只会是他同宗门的师妹，仅此而已。他不肯多给我一丝爱，也不舍得放弃我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到头来万一入了魔，修仙界别再把仙君陨落的锅扣到我身上。宗主亲自过来将明夜师兄带了回去，还顺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东陇山的秘境出现了净魂灵。我与焦恒对视一眼，如果有了净魂灵，那焦恒便不用再每日都要去镇压魔物，甚至可以直接净化掉那个沉在海底并一直催化出魔物的上古战场。打定主意，我们回去安排好南海事务后就出发了。因为秘境预计要1年后才关闭，我和焦恒也不急着赶路，一路走走停停，享受着没有海军公务缠身的2人世界。等到东陇山脚下时，已经过了3个月。我们乔装打扮站在东陇崖边，秘境开启这么久，每天赶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。焦恒帮我整理了一下面纱。自从上个月我又被一个城主追求后，焦恒就开始将我保护得密不透风。我以前几乎不出宗门，这山外的男子原来如此梦浪。几十人站在角落等崖边的雾散，我四处观望，竟看到了2个熟悉的身影。焦恒顺着我目光的方向看过去，也看到了明夜师兄和江武。不知谁喊了一句，雾散了。我们赶紧跟着人群飞进入口。另一边，明夜皱着眉看着不远处的巨石。刚刚那边有一位女子，好熟悉，隔着这么远，好像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梨花香。江武看着突然开始捂住胸口大口喘气的师尊，着急地用衣袖帮他擦额头上的汗。师尊，你怎么了？无碍。明夜闭上眼睛调息。这种感觉又来了。自从3个月前醒来，就总觉得自己丢了些什么。宗主说自己是在历练时中了梦魇的咒，休养休养就好了。但是刚刚看到那个蒙面女子后，心又开始不受控制的疼，像是有人在自己心脏上挖下一整块血肉。吞下递到嘴边的丹药，这才好些。随即让小徒弟抱紧自己，遇见进了秘境。这秘境很大，机缘也多。我和焦恒遇见几个门派的队伍，打听到不少消息。对我们来说，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紫光宫的弟子们说，在一处山洞捡到了净魂灵，但是由于净魂灵品阶较低，除了能净化亡魂外，没有任何用处，就随手丢了。这帮败家孩子！焦恒赶紧揽住我，给我顺气。没事没事，找不到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继续回去打魔物嘛，这么多年都习惯了。我长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。可是你每天都要带兵出去，有时稍远一点还要隔几天才回来。你知道我最讨厌等人了。焦恒放在我后背的手一顿，赶紧手忙脚乱地捧起我的脸。青青，是我不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，相信我一定可以找到的。我靠在他怀里不说话，也并没有怪他。其实他走的最久的一次也只有5天而已，但是他嫌弃坐骑游得太慢，带兵解决完魔物后，硬是化成龙形，不眠不休地游了万里才赶回来。因为着急穿过一片带刺的珊瑚群，尾巴上的鳞片被刮掉了一大片。我也劝过他不用这样，几天而已，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度过漫长的岁月。但是这个傻子，每次嘴上都答应的好好的，下一次还是这样。他说曾经在书上看到过，世界的另一片陆地上有一种恶龙，一生都死死地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。焦恒说他可能也是条恶龙，好不容易才得到了此生最珍贵的宝物，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才行。我们一路朝着紫光宫弟子指的方向寻找，走了几天才找到他们说的一处弥漫着瘴气的小山。这瘴气会使人致幻，尽管我们早有准备，还是陷入了幻境。等清醒的时候，我仍趴在焦恒身上。焦恒一脸厌足地用龙尾缠住我，该死的催情障。不过因祸得福，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山洞入口。焦恒单手将我拖起来走进山洞，
说做得高好找东西。我懒懒地坐在他臂弯上，却在山洞一个分岔口听到了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。本来不想过去打扰人家，但想要继续往前，就得经过他们。下一个转弯，果然看到了衣衫不整的两人，没想到竟是熟人。明夜背对着我们的方向坐在地上，而他抱着的是江无。江无听到动静，抬头看到了我们，一向单纯可爱的脸上对我嘲讽一笑，得意地看着我。荣清师妹，明夜师兄靠在他肩上，神志不清地呢喃着。师兄，我在江无在他耳边回应。仔细一看，江无竟穿着我在宗门时候的衣服，梳着与我一样的发髻。我直犯恶心，赶紧小声催促焦恒快离开。焦恒本想施法教训他们二人一顿，但是看我难受的样子，只好赶紧离开。过了岔路口，我才平复下来。看来是江无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让明夜中了瘴气，自己却没事。这瘴气还解开了我的忘情丹。我拿出一大包让人恢复神智的清神散，撒在空中。焦恒默契地掐了个封诀，将药粉吹回那两人所在的地方。别问我们进来钱中瘴气时为什么没给自己用，问就是夫妻情趣。确定药粉应该撒过去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还没迈出去几步，就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惨叫。转身看到了一身血，披着外衫蹒跚走过来的明夜，而他后面爬过来的是被切断2条手臂的江无。荣清，我想起你了，别离开我。不对，刚不是我自愿的，是这个孽障算计了我。荣清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识人不清。明夜体力不支倒在地上，嘴里还在语无伦次的解释。我拍了拍焦恒的脑袋，向后面抬了抬下巴。焦恒心领神会，拖着我大步离开，生怕走慢了被什么缠上。虽然过程非常一言难尽，但是结果是好的。我们在山洞深处的一片碎石里找到了净魂铃，其他宝物我们也不需要。出了秘境，直接飞回南海。我陪着焦恒沿着魔气溢出的海底裂缝摇铃，经过半个月，终于将魔气净化了9成9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足够南海平静几千年了。回家喽！焦恒化成龙形，让我骑在他背上，慢悠悠地游回海军宫殿的方向。100年后，三师弟古梨树开花了。明夜拿着一篮梨花站在三师弟院子里，将篮子放下后，便一脸木然地要抽出自己的一缕魂魄，想要像往年一样附在三师弟的玉佩上。趁着三师弟去南海送梨花时，偷偷见荣清一眼。师兄，你别！三师弟打断了明夜的动作，一脸不忍地递给明夜他刚收到的传音符。传音符里焦恒说，移栽到南海小岛的古梨树枝已经开花了，以后不用麻烦三师弟去送了。不用再去了。明夜恍惚地重复。不能去了。三师弟劝他，师兄，你也试着放下吧。当年他接到二师兄的传音符，让他去秘境接大师兄。等他到时，一向风光霁月的大师兄就是这样失了魂的模样，旁边还绑着时不时疯癫的江无。在他打算将二人都带回去时，明夜从储物袋拿出了玄铁锁链，面无表情地把江无锁住，给他喂了清神丹。等他恢复神智，才将他丢进了瘴气地。不管江无是歇斯底里的嘶喊咒骂，还是声泪俱下的哀求，明夜仍毫无反应地离开。秘境半年后彻底关闭，江无也被永远留在了秘境中。三师弟叹了一口气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番外，南海边一如往常的阳光明媚。突然，平静的海面被打破，一条小黑龙哗啦一声冲出水面，在半空中像是兴奋一样，奇形怪状地扭了半天，差点把自己打成结。玩了好一会儿，才发现沙滩上有人。龙身一震，凄凄哀哀地飞到岸边，落地的瞬间化成了穿着缩小版海军锦袍的小男孩，一脸严肃地咳了一声。岸边坐着的人披着大大的斗篷，小男孩走近了才看清这人。看脸明明是个20多岁年轻的男子，却有一头白发。长得吗？小男孩摸着下巴想了想，修仙界美男排行榜中勉勉强强排第3吧。第1是他父君，第2是他这个南海太子。你是焦荣？
斗篷男子突然出声，吓了小男孩一跳。啊，对，师伯你就这么干坐着啊，也不钓鱼，也不喝茶的。焦荣自来熟地坐到男子身边，斗篷男子这才有动作，转头看向焦荣。你知道我是谁？知道啊，你是父君和母后的师兄吗？是，明夜仙君对吧？他们提过我。当然了，还说你很厉害。那你要不要拜我为师？不要。为何？焦荣一脸骄傲。你是很厉害啦，但是单比修为的话，还是没有我父君厉害，所以不用麻烦师伯了。哦，对，我要回家吃母后做的梨花酥了，回去晚了又该被父君吃光了。师伯安康。师伯再见。说完就火急火燎地变成小黑龙扎进海里，海边又安静了下来。梨花酥，明夜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他早已经记不清梨花酥是什么味道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